隔壁杂货铺爆炸，我第一时间冲进去救人，救出的老板哭着下跪求我再回去一趟，救他弟弟。我赶紧冲回店铺，但2次爆炸，老板弟弟尸骨全无，他竟觉得我故意见死不救，转头跟帽子叔叔说我同行恶意竞争，偷囤违规烟花爆竹引发爆炸，我因此被拘留调查。杂货铺老板趁机在网上大肆哭诉卖惨，等我再被放出来，已成为网上人人唾弃的黑心商贩。绝望中，我与老板同归于尽。在睁眼重回爆炸发生当天，我反手逃生后拍照发了动态。我的老天奶！隔壁杂货铺老板好像偷囤了违规烟花爆竹，害得我们周边的店铺都跟着受到了爆炸波及。动态更新了没1分钟，评论多到回不过来，全是关心我的人。我顺势逐个回复。彭于晏，你可别进去救人，现在里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也许会2次爆炸，赶紧报警找消防吧。放心，我身上没任何专业装备，自然不敢贸然进去。我已经报火警了，还叫了帽子叔叔，估计很快就会到。就在这时，我身后突然有人说话，转头一看是临街卖切糕的王大爷。小伙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进去救人呐！等消防和帽子叔叔来了，这人恐怕连灰都不剩了。这王大爷就住在附近，一直推车卖切糕，经常偷偷给顾客多切米糕加称。之前被顾客举报进局子，他反倒诬赖顾客小姑娘爱上了他，想引起他的注意。而上辈子我会有那样悲惨的结局，跟这王大爷也脱不开干系。我说你这小伙子发什么愣啊？麻溜的进去救人呐！好歹也是你隔壁商铺，不怕引火烧身呐！你嘴皮子这么溜，你怎么不去救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可是老人。我瞧你平时去抢超市鸡蛋，腿脚比年轻人还利索。王大爷气得脸都绿了。这时消防及时赶到了现场，冲上去救人。没多久，杂货铺老板郝建被消防员抬了出来，而他弟弟在2次爆炸前也被带了出来，可已经没气了。郝建被救护车带走后，我在现场配合消防员做了简单的笔录。知道爆炸发生的具体时间吗？不知道，但听到声音后，我第一时间报警了。同志，我跟你们说，这小伙子是真是胆小的要命。如果他第一时间冲上去救人，那杂货铺老板的弟弟肯定能活下来。此时，周围的围观群众越来越多，王大爷试图煽动他们一起谴责我，但大多都是周围的商家，自然认得王大爷，知道他的为人和口碑，没人愿意站在他那边。大爷，你知道他弟弟在店内的具体位置吗？你就那么确定当时他没被炸倒？漂亮话谁不会说？你这么善，怎么不进去救人？要是换作是你亲人，你还会让他进去吗？少在这里道德绑架！你这小伙子怎么说话的？要是我儿子在现场，我肯定推着他进去救人。别搞笑了，重不重？上个月有个大妈在路边摔倒，你儿子要去扶，可你却连打带骂的制止了，这么快就忘了？连老人摔了都不敢扶，还敢吹牛说会让他进去救人？我那天下班回来正巧看到了，最后人家老太太脑出血，因为没来得及送医院，半路上就无力回天了。就是还在这道德绑架别人，先管好自己吧。那么吓人的爆炸，谁敢轻易进去？万一2次爆炸，再把自己的命搭上去，人家能及时报消防，已经做得够多了。确实如此，爆炸现场的情况很复杂，我们不建议盲目施救。这次爆炸的波及的范围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能先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已是在配合我们的工作了。这可是专业人士的现身说法，相比冲进爆炸场所救人，还是扶个老人更容易些。王大爷气得脸色涨红，却说不出一句话，只能纷纷离去。一切平定后，消防员进去检查了爆炸发生的原因，而我则去找了帽子叔叔。帽子叔叔，他们家爆炸导致我们周围的商铺也受损了，这个应该怎么追偿？先确定一下引发爆炸原因，如果非人为导致，建议找物业追偿；假如是人为导致，可以向责任人追偿。人群散后，我直接回了老家。我妈得知超市受到爆炸波及了，一进门就紧张地检查我的身体。我没事，当时不在店里，还帮忙报了警呢。没事就好。店铺情况怎么样了？我这里还有点钱，你拿去再重新装修一下。不用，我有钱。这次爆炸是人为导致的，店铺重装也该是那个人来给我装。人家杂货铺爆炸已经很惨了，如果重装钱不多的话，就别跟人要了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愈发痛心。上辈子他被郝建伤害，心脏病发做残洗。妈，等我那儿收拾好了，跟我去城里住吧。在村里挺好的，我喜欢清静。可是你未来儿媳妇一直盼着您和我们一起生活呢。儿媳妇，你交女朋友了？是啊，妈，你现在能同意了吗？妈答应你，什么时候让妈见见大姑娘？我跟她商量下，带她来见您。那今天行不？那我打电话问问。我刚拿出手机，女友柳如烟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于燕，你在哪呢？我在家呢，刚准备给你打电话。我刚开完一个重要的会，看到了你发的动态，你人怎么样？超市受损严重吗？我没事，在老家呢。你人没事就好。超市需要重装吗？我这里有钱。这件事以后再说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来我家做客，见见我妈。柳如烟一口答应了下来，没多久就到了，手上还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。正吃晚饭的时候，我的电话响了。彭于晏是吧？有人举报你吨违规烟花爆竹，请你尽快来局里接受调查。看来郝建醒了，他再次诬陷我恶意竞争，购买违规烟花爆竹囤货，借春节大卖一笔，
可这次我明明改变了行为，这锅怎么还能扣我头上？电话挂断后，柳如烟察觉到了我的异常，我小声跟她说了事情经过。柳如烟当即大怒，替我打抱不平。岂有此理！他简直是个无赖。小点声，我不想让我妈知道，她会担心。如烟，麻烦你把我妈接到你家住几天，我怕郝建伤害她。随后，我妈搬去和柳如烟同住，我则独自去了医院。我弟弟没了，都是隔壁那个超市老板害的，他还假惺惺的报警救火装好人。帽子叔叔，你们快抓他！我没搭理他，直接去到帽子叔叔身边。郝建的大嗓门引来了医院里不少病患和家属的围观。小伙子看起来挺老实，没想到心这么黑。不知道事情经过就不要乱说话，祸从口出，知道吗？童先生，火警是你报的吧？我先跟你说一下现在的情况。郝建先生指控你同行之间恶意竞争，偷炖烟花爆竹，想等到春节售卖。接下来，帽子叔叔做了各种详细的问询，而我也快速的把当时的情况重复了一遍。帽子叔叔，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暂时没有了，但是这段时间不要出远门，随时配合调查。好，我希望你们能尽快查清事实真相。对于诬陷造谣我的行为，我会保留追究的权利。你这个嘎人犯，我要你给我弟弟偿命！正当我要离开时，郝建突然从病房里冲了出来，幸好帽子叔叔及时拦住了他，可他仍然没有消停，一直都在大喊大叫，伸着手想要抓我。3个帽子叔叔齐上阵才按住了他。够了，郝建先生，请你冷静一点。你们朝我吼什么？明明他是嘎人犯，他害了我弟弟，你们还不赶快把他给逮捕了？目前事情还在调查中，不是你空口无凭说谁是罪犯，谁就是。我们已经接到你的举报了，但也请你给我们时间进行调查，现在不要妨碍我们正常处理公务，否则我们将要对你采取强制手段了。我哪里妨碍了？他开超市，我家开杂货铺，他就是同行恶意竞争，想趁春节卖烟花爆竹大赚一笔，我就是证人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调查的？现在是证据定罪，知道吗？不是你说个3言2语就把罪犯绳之以法了。可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不用再调查了，马上把他抓走毙了就对了。警告你第2次，不要再妨碍我们执法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跟他一伙的，对不对？我阐述事实，怎么妨碍执法了？第3次警告。此时，帽子叔叔的脸已经彻底冷了下来，可郝建仍旧不肯作罢，还在大喊大叫。最终，他喜提银手镯一对，被帽子叔叔强行扭送回了病房，而外面的病患和家属们迟迟没有散开，全都鄙夷地看着我。看来有些风暴，这辈子注定是躲不过去。我刚走出医院，就接到了柳如烟打来的电话。于燕，你在忙吗？晚上一起吃饭吧，我和阿姨一起做了很多拿手菜。抱歉，如烟，我今天不能过去吃饭了。另外，还有件要紧事要和你说。如果以后你在网上看到了有关我的舆论，不要试图在网络上做出澄清。真正的风暴降临的时候，一个人的澄清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诽谤你吗？如烟，具体的情况以后有机会我再和你讲清楚。你现在只要记住，不要在网络上暴露我妈和你的位置，保护好你自己。另外，相信我，可以答应我吗？尽管柳如烟很担心我，但她还是答应下来，没再追问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回了老家。到家后，我赶忙给消防那边打了电话。你好，之前某某街的杂货铺爆炸，是我报的消防，我是那家杂货铺隔壁超市的老板，请问现在有关事故调查的进展如何了？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杂货铺老板偷偷在店里囤放了违规烟花爆竹，不小心引起了爆炸，好在量不多，所以爆炸的威力不算太大。帽子叔叔那边也查出，郝建的弟弟郝没勇在爆炸发生时是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，他喝了不少8加1。听完消防员的话后，我不免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怪不得上辈子和这辈子都只有郝建一个人被救出来了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得主动加固防线。随后，我把那天在爆炸现场外拍到的视频照片，以及我去接消防车的视频一一发了出去，还配上了消防队发来的调查报告。配文：临近春节，一定要注意烟花爆竹的燃放问题。视频发出后，有网友评论：怪不得妖精抓咱放烟花爆竹这一块嘞，实在危险了。听说当时有个人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气了，这眼瞅着都要过年了，家里人该多痛心啊！主播，该不会就是网上那个报警后反被指控同行恶意竞争的超市店主吧？我刚才点进他的主页看了一眼，好像还真是细思鼻孔啊！一个杂货铺，一个小超市，能恶意竞争到这种地步，也是震撼首发。开年去说了。没多久，我便发现发布的视频下面的评论暴涨，我猜到这里面肯定有郝建的功劳，于是打开了同城推荐，果然刷到了郝建的账号。他发布的照片里有几张是自己受伤的照片，还有他弟弟的黑白遗照。另外，他还发布了一条视频，在里面哭诉：我的命好苦啊，无父无母，和弟弟相依为命，可现在他突然没了，这让我怎么过这个年？而且害了他的凶手迟迟没有被抓起来，简直天理难容。那个超市老板彭于晏就是嫉妒我家生意比他家好，认为我家抢了他家的生意，才会囤那么多易燃易爆的烟花爆竹，想在春节和我恶意竞争。我直接在郝建的评论区里留下了评论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
如果我没有报警报消防，你也会和你弟弟一个下场。所以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的，真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。还有，我已经出示了消防报告，你仔细看看，你家杂货铺发生爆炸，是你自己导致的。发完评论后，我反手把消防报告又发到了我们这条街私下建的商铺店主群。随后，我直接去了帽子局报案，要求郝建赔偿我的一切损失。等我再打开商铺店主的群聊时，发现众人愤愤不已。什么？居然是因为郝建的一击死语才发生的爆炸？你们说说，这都快过年了，安生点不好吗？非得挣这份不义之财？我真服了，我家棋牌室就指着这春节期间大赚一笔呢，结果现在得闭店重装了。你闭店重装能有我新装修的惨吗？我在螺蛳粉店连试营业都没开始呢，就结束了。大家越说越气，在得知我已经立案后，直接派出代表过来了。一时间，报案大厅热闹非凡，帽子叔叔只好出来维持秩序。正好大家都在，请配合我做个调查。你们眼前这位彭于晏先生之前有没有和郝建起过矛盾冲突？没有，彭于晏对谁都和和气气的，反倒是那个郝建，他是后面才过来开杂货铺的，还非得开在人家超市旁边，这不是公开抢生意吗？我来之前刷到郝建在网上诬赖彭于晏的视频了，帽子叔叔，这个你们管不管？就是，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吧，不能谁想胡说就胡说吧。郝建我们不了解，彭于晏我们还不了解吗？他是我们这条街上出了名的大好人，现在却被污蔑故意制造爆炸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商铺店主们纷纷为我打抱不平，我见缝插针，顺势向帽子叔叔问道：我可是当时第一个报警的人，虽不是什么很大的功臣，但也不能被人白白污蔑吧？请同志尽快还我清白，让郝建停止对我的名誉侵害。我强烈要求他当面向我道歉，否则我只能起诉他了。彭先生放心，今天在场各位的证词与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结果基本吻合，真相已经浮出水面了。我们会尽快联系郝建，让他出来澄清这件事。虽然有帽子叔叔的承诺，但我还是认为郝建不会轻易作罢。果然，当晚郝建又发了新帖：清汤大老爷，谁能为我这种平头老百姓做主啊？我们这种人怎么能拼得过有后台和有人脉的人？我非常感谢有人愿意站在我这个弱者这边为我说话。有了你们的支持，我一定会跟邪恶势力斗争到底，绝不删除视频。之后，我的评论区就沦陷了，私信更是不堪入目，网友们甚至怀疑起接案帽子叔叔。后来，那位帽子叔叔直接在官方账号上发布了一条长达5000字的声明，说清楚了事情经过。可部分网友依旧不买账，还把这件事捅到了更上级的官方账号那里，笔录我做了一次又一次，证据被更新了一次又一次。最终结论，帽子叔叔一方没有任何问题，让网友误信误传谣。同时，上级官方要求郝建删除视频，消除对大家的不良影响。如果他还不停止这种行为，那么将会立刻对他采取强制措施。然而，郝建非要剑走偏锋，开了场直播，要闹自杀。兄弟们，如今我遭受了不公正对待，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。现如今，看来只有一洗才能明智了。郝建这么一闹，直播间顿时炸了，而我的评论区再次沦陷。瞅瞅你都把老实人给逼成啥样了，他都要以洗名字了，这肯定是真的。别再祸害人家郝建了，行不行？让人家好好过个年吧。本来失去至亲就已经很痛苦了。小伙子，你可不能冲动啊！大爷知道你心里苦，咱们可以慢慢等，恶人一定会有恶报的。这什么情况？这大爷睡了？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？大爷，您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知道当时您都看见了，但事已至此，我们势单力薄，您就当没看见吧，不要再说了。为什么不说？大家需要知道真相。大爷，不要说，我怕他会报复你。你大爷我都一把老骨头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大家千万不要被恶人当枪使了，这件事没那么简单的。我曾无数次看到过那个彭于晏私下因为做生意的事儿和郝建吵架，甚至还动过手。因为年纪大了，我也不敢管。但是现在事情已经闹到了这种严重地步，我怕我再不站出来，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次事故就是彭于晏蓄意而为的，他嫉妒郝建家生意比他家好。这场直播随着王大爷的加入被推向高潮，直播间人数狂飙10万加，很快我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看来这件事能不能顺利结束，全看今天了。柳如烟也看到了郝建的直播，心急如焚地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我连忙安慰他，并嘱咐他不要做任何事。电话挂断后，我直奔现场。等我到的时候，帽子叔叔和救援队早就到了。郝建，你现在站的地方很危险，快点回来！你们不要过来，再过来一步，我就直接跳下去。他现在情绪太激动，你还是先回避一下吧。帽子叔叔，这件事不能一直这样发酵下去，如果不解决，下次可能还会发生这种事。那好吧，但不要刺激他，有话好好说。帽子叔叔放我往前走一步，我没有看郝建，而是把视线落在王大爷身上。王大爷，你知道蓄意污蔑造谣、寻衅滋事会判几年吗？我这话一出，全场安静，王大爷的脸色瞬间煞白，他故作镇定地反问我：我污蔑什么了？王大爷，你也是聪省人，
知道有案底会影响后代铁饭碗吧？即便你得到了钱，但那些钱能买来你儿子的未来吗？能买你未来子子孙孙的未来吗？信不信我马上给出证据，让帽子叔叔直接把你抓起来？闻言，王大爷吓得差点瘫倒在地，而这时的郝建也慌了。王大爷，你别听他胡说。郝建，我帮不了你了，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，我有事先走了。现在走已经晚了，不把前因后果说出来，帽子叔叔一样不会放过你。我收了郝建2万块钱，而且现在不要了总行了吧？老头，你别污蔑我，我什么时候给你钱了？就是你私下去我家找我，让我做伪证诬赖彭于晏，还骗我说压根不会露馅，更不会坐牢。我哪知道这件事会发展到这一步啊！我告诉你郝建，你别想狡辩，当时我儿子也在场，他可以为我作证。彭于晏，对不起，求你放过我这把老骨头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王大爷这番话一出，直播间瞬间刷屏了，风向全都反转了。趁郝建慌张之际，救援队眼疾手快，一把他给薅了下来。他被几人控制住，依旧眼神怨毒地看着我，嘴里还不停问候我。就是你害了我弟弟，明明你就在隔壁，最有机会救出他。郝建，你家店铺发生爆炸后，是我第一时间报警，虽没能救下你弟弟，却救了你。你就是这样恩将仇报的。当时你和他共处一室，我和你到底谁才是那个最有机会救出他的人？郝建无话可说，最后被押上了警车。至此，这场闹剧终于结束。警车鸣笛声渐渐远去，而郝建那只手机孤零零躺在地上，直播还没关。此时的弹幕满屏都是对郝建的谴责和对我的道歉。我收起手机，转身看向身后的帽子叔叔。彭先生，辛苦你了，后续的笔录还需要你配合一下。另外，关于赔偿，你可以随时向法院提起诉讼。谢谢你们。我刚走到楼下，就看到柳如烟的车停在路边，她摇下车窗，眼眶红红的，却还是挤出一个笑脸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走，回家，阿姨炖了你最爱喝的排骨汤。坐上副驾，暖意瞬间裹住了全身。3天后，帽子局发布了官方通报，通报里详细说明了爆炸原因，以及郝建恶意诽谤的事实，还有王大爷做伪证的处罚结果。通报最后还特别提到，我是本次爆炸事故的报警人，曾第一时间参与救援。消息一出，那条街的店主们特意组织了一场小聚餐，特意感谢我。彭老弟，多亏有你，我们的损失也跟着挽回了一些。以后咱们这条街互相照应，看谁还敢来捣乱。谢谢各位，新的一年咱们一起把生意做好。春节很快就到了，我和柳如烟还有妈妈一起贴春联、包饺子。妈妈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饺子。于燕啦，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以后平平安安的，比啥都强。快吃，里面包了硬币，谁知道谁今年行大运。我咬开饺子，一枚亮晶晶的硬币滚了出来。新的一年，满是烟火气，满是希望。